一位茶壶玩家说，他看直播时见到紫砂壶大师在演示镇店之宝。大师说：“诸位上眼，此壶水流丝滑如锦，形态如柱，虽高低起落，却岿然不乱，乃可遇不可求之珍品。今日只卖9万8。”然后又拿出一个便宜的说：“凡见品者，水柱纹理杂乱，粗细不等，形如幼童小姐，岂能泡茶乎？”该玩家对大师的说法将信将疑，想知道水流的不同形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。于是我们找了个大茶壶，发现它倒出的水流就是无序而紊乱的湍流。为了研究壶嘴里水流状态的变化，我们将壶切开，并用玻璃板密封截面，发现壶嘴入口的水流是稳定有序的层流，但壶嘴内壁的粘滞力使贴近壁面的边界层里流速递减到0。当边界层里的层流向后运动一段距离，其中所存在的扰动就会和壁面的粗糙度相互作用，而出现2维的 Tomian Shifting 波动，简称 TS 波。向后发展又变成3维波动，形成了无数微小漩涡。再向后，漩涡就拉伸破裂，变成了湍斑。这些湍斑聚集起来，就让层流发生转裂，变成了湍流，最后从壶嘴流出来。这就是茶壶大师说的幼童小姐状。进一步观察发现，边界层里的扰动主要来自于弯曲的壶嘴对水流阻挡，使弯曲段水压升高，形成了压力梯度，致使边界层在逆压下流动受阻而形成扰动。同时，这些扰动又和充满水垢的粗糙壁面之间形成较强的相互作用，使 TS 波出现并发展，于是转裂为湍流。为了消除湍流的成因，我们把壶嘴掰直，减小水流的压力梯度，再将内壁打磨光滑，但发现倒出的水流依旧是小孩撒尿状的湍流。原来是水流受到的惯性力影响大于粘性力，使边界层里无法完全消除的更微小扰动被惯性力诱导而发展放大，最后还是发生了转裂。而表蒸馏体惯性力和粘性力之比的无量纲数称为雷诺数，一般认为大于2300就会使层流自然转裂为湍流，而小于2300则粘性力对流场的影响更大，让边界层里的微弱扰动被粘滞衰减，因而可始终保持层流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还要把水流的雷诺数降低到临界值以下，而雷诺数与水柱的密度、速度、直径成正比，与粘度成反比。因此，既可以把水换成菜籽油以增大粘度来减小雷诺数，这样倒出来的就是丝滑如柱的层流。当然，也可以通过减小流道直径和水流速度来降低雷诺数。因此，既可把壶嘴内孔变小，让水流更细更慢，就可限制雷诺数，从而避免转裂；或是让壶嘴更短，通过改善壁面条件来减少扰动，从而推迟转裂。但同时出水孔要尽量圆，以便使水流表面张力的合力完全抵消，这样水柱就不会被表面张力牵拉变形，下落中能维持较长距离层流。所以茶壶的出水口直径较大时，要倒出层流水柱，就要通过较短的壶嘴和尽量笔直光滑的内壁来推迟转裂。反之，壶嘴较长的壶要倒出层流水柱，就要减小内孔直径来限制雷诺数。但这都只是茶壶制作师傅的基本手艺而已。如果有人教你据此来判断茶壶品质，那他一定是个卖茶壶的。